这咋弄哎？这加油都排不上队，往往多少人哦？那边排2排，看看这边2边排还排不上队，上午没排多，下午来排，还是这么多人。我靠，这个抢油啊！抢油开始了，一天涨了8毛多，一天涨了8毛多。开油车的朋友天塌了，刚吃2天便宜油，油价又要起飞了。黄金涨完，石油涨，看看这加油站这么火了吗？啊，会排。昨天哈，历史上首次3桶油啊集体涨停，打仗的没涨价，他妈看热闹的涨价了。这次他们可算找着借口，逮着机会了，又要到腰疼的分界线喽。那赶紧来加油啊！油价都涨了，排队。老街又开始抢油了，都没油了，好多加油站都排了1-2个小时了，还没排到。是拉油的车，谁的？这全是啊，这样是。这都是啊，全拉油的。这油的。昨天秦力士来都没装上，那一车搁这扔那儿了。行，我一车。加油排队排这个啥吧？是不是把蓝牙开开？妈的，这加个油排到哪里去喽？这大票长视频照把波斯猫家的猫王哈美内伊给干死了。看来接下来我们的日子很难过呀。这伊朗一打仗全拉油啊！丫的，排的。你们看看这是干啥呢？油要涨价了。那不是说9号就是下周一晚上12点才涨点吗？现在啊，92已经7块出头了。瞅这架势，再这么打下去，95不得干回8块啊？加满1箱油啊，又多花不少钱。国际一打仗，油价就上涨。说到底，最受影响的还是咱们种地的农民。不是咱爱跟风，也不是咱瞎紧张，是春耕马上就到，耕地、播种、拉粮食、拉肥料，哪一样不需要油？现在的油价一天比天贵，你不疼，过2天更贵，到时候耽误干农活，对你的收成都受影响。你看我们村3轮车、小汽车都拉着油桶去加油。彻底杀疯了啊！刚爆出来的市场消息啊，因为原油资源紧张，那国内某主营炼厂趁铁路断供，那地方炼厂均有不同程度的减产。山东东营港某炼厂率先发标啊，汽柴油2条涨价900。刚才我们从工地回来啊，这个想加点柴油，刚才给这个老板一问，咱们老乡也问了，柴油居然没有了。今天还排了那么多的长龙去加油，不知道为啥。这家伙，人家伊朗打个仗，这家伙你这柴油马上跟着涨，要买都买不着，买都费劲的。你化肥也跟着涨，这不老百姓都让你们坑成啥样了？差不多就得了呗。尤其那个国家的那些大央企呀，这大国企的，长点心啊！老百姓都让你们糊弄死了，老百姓还咋种地呀？老百姓不种地，不用肥，那你那厂子不就得黄了？卖给外国人，外国人到时候不要你那玩意儿。谁知道今天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这么多来加油的？你看看，拉的大大小小的油桶全是，哎呦我去，全是车，看看。我纳闷了，打仗的那边油都不一定涨，看热闹的涨钱了。小寨5块7毛8的92，我今天早晨加干到6块08分了。哦，原油上涨我也涨，原油对我有影响。原油降价我不降，我跟原油不一样。哎呦，你说你上涨也都散了，你还不存？你不存也都散了，你还缺斤少两？不是你缺斤少两，咱啥也不说了，你还虚抢，45升的油箱，你能给人家干你52升油去？哦，你虚抢，咱也都不说了，你还说你赔钱？
那你赔钱，咱退一万步讲，你赔钱你叫别人干，让别人干还不行。哎呦，我讲你，哎呀，那真是好人啊！宁愿自己赔钱，也不让其他的老百姓干这个活，不让老百姓赔这个钱去，是吧？我给你点赞，那真是好人，太棒了！哎，那真是不欺负外人啊！哎呦，好，塑料桶不给加，都得铁桶加完往出倒啊，太费劲了。这油要涨价呀，我怎么会涨？赶紧来根拉的吧，有罐车那得送。加油站都干没油了，等着呢。都说柴油越涨钱，咱也来跟风，来排队加油啊！看看哈，都在排队等待。要我说，这油车车主真是大冤种，购置税、车船税、燃油附加税一样不收，养家糊口已经很不容易了，还得操心国际形势。3桶油，历史性集体涨价，打仗的没涨价，看热闹涨价了，这他妈可算逮着机会了。现在的这个经济形势呀是非常紧张。目前的这个油价呀，还是在这个是一路的狂涨啊，没有这个是停止的一个现象。这个是对各大炼油厂对价格是一调再调，那个3调过之后呢，现在这个汽油平均1吨上升了是600左右1吨，然后柴油的话都上升到了1000左右1吨，涨幅是非常大啊。现在这个是各大加油站现在面临着这个是批零倒挂的一个风险。那么现在这个是各大油站呢，也是在用这个是自己的库存啊，这个是原有的库存去这个是苦苦坚持着，然后这个是加油站的利润已经被这个是抽干了，然后对这个老百姓而言来说，这个是油价这个是狂升飙涨，整体的这个是经济形势呀，又面临一个新的严峻的一个挑战哈。如果这么一直打下去的话，那将来这个是汽油的价格。这个是用不了2个月就会突破到10元大关，那对大家而言来说，这个是都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一种经济形势的一种负面，这个是下降。跑不流的成本压力真的非常大，每升油多花个几毛钱，看着没多，可跑起来那可真是真金白银，直接就把我们那点微薄的利润全部给吃光了。拉着满满一车货，跑了几百上千公里之后，最后一算账，居然还倒贴钱。说真的，我身边现在很多同行知道的，有好几家都撑不住。油价要大涨，即使你开新能源车啊，你也躲不掉，因为你的生活成本会随着油价的上涨而涨价。而我国超70%的进口石油都来自中东，这一条关键通道啊，一旦受限啊，短期内根本无法替代。国内油价上涨了已成定局，千万别觉得啊，油价上涨只是开车族的事儿。不开车不加油照样跟你息息相关，这是一场覆盖全生活的成本上涨，每个人都要为油价买单。最直接的啊，就是出行成本飙升，开车一族每月油费明显提升，打车、网约车、货运价格随之上涨，外卖配送费、快递费也会悄悄涨价，日常出行开支只增不减。更深层的是全品类的物价上涨，油价是所有商品的基础成分，家庭每月的生活开支将多出5%到10%，买菜、吃饭、买日用品，每月莫名的多花几百块，收入没涨啊，购买力却直接缩水。
伊朗石油约90%出口中国，中东战事直接威胁中国石油供应。有消息说，中共已经下令国内几家最大的炼油厂暂停柴油和汽油出口。同时，大量网络视频显示，中国柴油、汽油价格飙涨，各地民众在加油站连夜排队抢油囤油，抢油大战开始，有些加油站售罄。分析指，中国目前的战略石油储备预估可支撑大约75天的国内消费，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因冲突而长期封锁，冲击将是能源价格飙升与输入性通膨，连带影响中下游产业链的生存危机。伊朗，你那些正义的朋友呢，也不出来帮你一下？有的国家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比尔轰炸机，有的国家有世界上最聪明的2B专家。你再厉害的武器都没用，专家只要一张嘴就够了，吹都吹死你。想要牛马拥护你，你得做出让牛马拥护的事儿，你别无选择。那些专家说，美国打伊朗的时候，就是统一台湾的时候，统一了吗？现在的战争模式已经发生变化了，以前是拿底层的命去拼，所有的底层人，包括一个最高的权力者，现在战争跟底层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。直接瞄准那个领头的，擒贼先擒王。快听教授又说了，自古以来交战就不以击杀对方首领为目的，因为这样一做就撤出了一切底线。听到没有？他说的是人话吗？说对面不讲武德，不应该击杀首领，那么你告诉我，应该击杀谁？就这样的人，他也能当教授？我记得自古以来有一句话说的就挺好的，擒贼先擒王，是不是这样？你总是把箭头对向那些无辜的人，平民干什么呢？就这样的人，他也能当教授，太可怕了。这才是世界唯一的货币啊！今天换了一点日元，换了一点日元。伊朗的那个钱已经不值钱了。对于这次伊朗的战乱，好多专家又跳出来让我们感恩社会，但是我想说，命是父母给的，钱是自己拼命挣的，上学是花钱上的，看病是倾家荡产看的，买房子是花了3代人的钱买的。你让我感恩谁？感恩个鸡毛！